东汉末年，黄权倾退如残烛，群雄逐鹿进中原。中原大地早已烽火连天，白骨露野，而西垂凉州这片被《后汉书》描摹为习俗颇疏，地广人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处为天下饶的土地，却以其独有的彪悍尚武之风，孕育出无数能搅动风云的将星。马氏家族便在这片土地上崛起，凭借世代累积的将门声望，更依托与羌胡部落交融的地域势力，逐渐成为西北边疆举足轻重的力量。在马家的谱系中，最耀眼也最富悲剧色彩的，莫过于素有锦马超之称的马超。他身负马援后裔的将门荣光，又携羌胡混血的剽悍血脉，以见勇之名震慑关陇，少年时便让羌胡部落闻风丧胆。可汉末乱世的棋局从不由个体掌控，他几番沉浮，曾是割据陇上，能与曹操对峙潼关的枭雄，最终却沦为寄人篱下，难圆复仇梦的孤臣，一生交织着铁血征战与血泪遗憾，酿成一段令人扼腕的传奇。他的命运从不是孤立的注脚，他既是凉州军阀在中原强权挤压下的命运缩影，也是汉末权力博弈中被牺牲的棋子。曹操的假道灭国，张鲁的猜忌提防，蜀汉的尊而不亲，皆成他悲剧的推手，更像是一位战神在时代洪流中的悲壮抗争。纵有韩信、英布之勇，纵能策动羌胡，威震关中，却终究逃不过家族覆灭、故土难归的结局，活成了汉末乱世里一曲壮阔而悲凉的史诗。而马超的传奇，正是在凉州军阀混战的底色中拉开序幕。公元196年，当曹操迎汉献帝迁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格局出现中原时，西北大地却因一场内讧陷入血火。冲突的双方是曾结为异姓兄弟的凉州两大军阀马腾与韩遂。马腾出身扶风茂陵，身为东汉名将马援后裔，虽因父亲早逝，早年流落陇西，却凭骁勇在羌胡与汉人中挣得极高威望。韩遂则是京城豪强，早年以朱宦官为名起兵，麾下聚集着凉州士族与羌氐部落势力，二人曾联手掌控关中与凉州核心地带，是西北最具分量的力量。可这场内讧的导火索，原本只是部下间的小摩擦，只因二人心中的权力欲望早已膨胀到临界点，这点火星瞬间引爆积怨，矛盾迅速升级为大规模火并。一时间，三府地区哀鸿遍野，百姓流离失所，昔日的同盟之地沦为人间炼狱。这并非二人首次反目，早在公元192年，他们就因部曲矛盾爆发过大规模冲突，韩遂甚至在混战中杀害了马腾的妻儿，而此次的火并不过是旧怨的延续。这背后藏着凉州军阀联盟的致命缺陷，这类联盟全凭个人威望与利益维系，既无稳固的政治纲领，也无明确的隶属关系，脆弱的不堪一击，深刻揭示了凉州力强者胜的残酷生存法则。就在这场乱局中，一位年约20岁的少年将军脱颖而出，正是马腾之子马超。彼时他健勇之名已传遍凉州，历史记载他面如冠玉，目若朗星，腰细膀宽，生雄力猛，常穿银甲白袍，骑术精湛，时人送他锦马超的称号，仅自忌赞其容貌俊朗，更叹他武艺超群如锦绣般夺目。混战中，马超直面韩遂麾下第一猛将严行，这位素有万人敌之称的将领持长矛直取马超，二人枪来矛往间，马超竟将严行的长矛折断，严行急中生智，持断矛横扫，
锋利的矛尖擦着马超脖颈掠过，只差毫厘便夺命。这场惊心动魄的对决，不仅让马超见勇之名更添传奇，更让他在生死一线间顿悟，在豪强林立、拳头说话的西北，唯有绝对的武力才能守住自己与家族的立足之地。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三府动乱并非孤立的军阀火并，而是董卓之乱后关中秩序彻底崩塌的延续。早在公元192年董卓死后，其部将李榷、郭汜、樊稠便攻陷长安，把持朝政长达4年。期间他们纵兵劫掠三府，原本有数十万户人口的富庶之地，短短2年间，兵灾与饥荒接连发生，长安周边一度荒无人烟。直至公元196年，曹操迎献帝迁都许昌，李榷、郭汜势力才被剿灭，但关中已沦为物保林立、豪强割据的乱世图景。其中苏氏物铺便是典型，其主人苏氏原是李榷部将。李榷败亡后据物自保，不仅劫掠过往商旅，还截留朝廷赈灾粮款，导致三府流民激增，百姓苦不堪言。也正是这场动乱，成为了马超军事生涯的真正起点。面对苏氏物保的割据与抢掠，马超主动请命，并成功将其攻破。史书记载，他在此后治理三府地区时，能够体恤并救助百姓，使得当地民众都非常拥戴他。不难想象，在此类军事行动中，他必定是凭借自己的剑勇冲锋在前。而他这种与流寇截然不同的注重安抚民众的作风，为他赢得了宝贵的民心。这与当时凉州军阀普遍嗜杀抢掠的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也为马氏家族在关中地区奠定了最初的统治根基。凭借平定苏氏物保的功绩，马超在关中渐有声名，而真正让他从凉州骁将跃入中原视野的，是公元202年的河东之战。这场战役成了他军事生涯的关键转折点。这一年，袁绍势力虽已覆灭，其子袁尚仍在河北负隅顽抗，为牵制曹操兵力，他派遣部将高干、郭元联合南匈奴单于呼除权，从河东郡起兵，兵锋直指关中。河东地处黄河东岸，是连接中原与关中的咽喉要地，一旦失守，曹操的西北防线将彻底动摇，西顾之忧会急剧加重。时任司隶校尉的钟繇深知此时唯有借力凉州军阀才能化解危机。马腾、韩遂虽割据西北，却名义上仍奉汉室，且麾下凉州骑兵精锐剽悍，是抵御袁氏势力的最佳助力。为此，钟繇不仅亲笔致信马腾、韩遂，恳切陈述袁氏灭则关中安，袁氏存则凉州危的利弊，更派张继、傅干等能言善辩之士亲赴凉州，当面劝说二人出兵。马腾在权衡利弊后，决定派遣马超率领1万余人东进援助钟繇。这是马超生平首次以统帅身份参与中原战事，意义非凡。朝廷为拉拢马家，顺势任命马超为司隶校尉督军从事，赋予他节制河东兵马的权力，正是为其赋予朝廷将领的身份。而此时的战场形势已十分紧迫，郭元已率大军渡过汾河，直逼河东重镇将邑，一场决定关中安危的恶战已近在眼前。抵达前线后，马超并未急于与敌军正面交锋，而是先勘察地形。他发现汾河渡口水流湍急，敌军渡河时必然队伍散乱，首尾难顾，这正是半渡而击的绝佳时机。决战当日，郭元果然率领主力渡河。当大军行至河中，阵型大乱之际，马超突然率领凉州骑兵从侧翼发起猛攻。
凉州骑兵素来以迅疾如风、冲击力强著称，马蹄踏破烟尘的瞬间，便将郭元军冲成两段，战场局势瞬间逆转。混战中，一支刘箭突然射中马超的脚部，箭头穿透铠甲，深入骨血，剧痛几乎让他从马背上跌落。但马超深知，此战不仅关乎关中安危，更关乎马家在凉州的声望。他咬牙用布帛紧紧裹住伤口，强忍疼痛翻身上马，继续挥师指挥，声威丝毫不减。主帅的悍勇让麾下士兵士气大振，凉州军愈发奋勇拼杀，最终将郭元军彻底击溃。混战中，马超部将庞德斩杀郭元，取下其首级献于马超帐前。郭元并非普通将领，他是东汉名臣郭泰之侄，司隶校尉钟繇的外甥，其家族在河东地区根基深厚，声望极高。袁尚派他出征，正是看中他的本地号召力。庞德斩杀郭元后，马超起初并不知晓其身份，直到钟繇辨认首级后才恍然大悟。马超当即决定将郭元首级送还钟繇，这一举动颇具深意，既体现了对朝廷代表钟繇的尊重，更巧妙避开了斩杀明氏亲属可能引发的河东士族不满，不经意间显露了马超勇武之外的政治考量，证明他绝非只会冲锋陷阵的纯粹武夫。河东之战的胜利不仅稳固了关中防线，更让马超的声名远播中原。此时已担任丞相的曹操听闻马超的战绩后，对其勇武与谋略颇为赏识，多次派人招揽马超入朝为官，许以高官厚禄。但马超心里明白，马家的根基在凉州，一旦入朝便会失去兵权，沦为曹操的笼中鸟，因此他始终以父亲在凉州需人辅佐为由婉拒。曹操虽未如愿，却仍不愿彻底与马超交恶，他借汉献帝之名，先拜马超为徐州刺史，后又改封谏议大夫。这些官职虽无实权，却暗藏深意，既是对马超的拉拢，示好凉州势力，也暗含对这位凉州新锐的忌惮，试图以虚职削弱其独立性。这一纸任命看似荣宠，实则为日后双方的矛盾与冲突埋下了难以化解的引线。河东之战后，马超虽婉拒曹操的入朝招揽，却终究未能避开中原势力对凉州的渗透与挤压。公元208年，这场改写汉末格局的关键年份，不仅因曹操南下荆州，赤壁之战爆发而成为天下三分的雏形起点，更给马超的人生埋下了转折性的危机。这一年，马腾已年近60，半生征战的伤痕与疲惫让他锐气渐消，而曹操在统一北方后，对关中的控制力日渐增强。钟繇坐镇关中，夏侯渊屯兵河东，无形的军事与政治压力，迫使马腾不得不重新考量家族的存续之路。恰在此时，曹操派张继频繁前往凉州，反复劝说马腾入朝为官，言语间处处暗示入朝可保家族安稳。马腾最终点头，这绝非单纯因年老疲惫，而是多重现实压力下的无奈抉择。其一，曹操早已派钟繇以司隶校尉之名扎根关中，借朝廷名义逐步蚕食凉州军阀的兵权与地盘。马家若持续抗拒，恐遭曹操以不遵王命为由打压，届时不仅势力难保，甚至可能引来灭顶之灾。其二，他与韩遂的积怨虽暂时平息，但韩遂部将严行屡次劝说韩遂趁机吞并马腾势力。马腾深知自己若离开凉州，年轻的马超虽勇猛，却未必能独自抗衡韩遂与其他豪强的联合算计。其三，
张继在劝说中明确提及，入朝为官能保住家族血脉延续，这让马腾误以为入朝便能借朝廷庇护稳固家族，却低估了曹操以人质牵制军阀的深层用意。他以为的退路，实则是通往绝境的陷阱。最终，马腾决定入朝，且并非孤身前往，他带走了除马超外的全部家族成员，从子侄到亲眷无一遗漏。他本想以全族入朝的姿态向曹操表忠心，换取家族与马家势力的双重安全，却不知这一去变成永别，为日后马家满门被斩的悲剧埋下了致命祸根。朝廷表面给予的荣宠极为厚重，任命马腾为卫尉，位列九卿，看似跻身朝廷核心。其幼子马修、马铁也分别被封为奉彻都尉、骑都尉，随父居住于邺城。但这风光背后，是曹操精心设计的牵制之计，将马腾父子作为活人质，牢牢捆绑在自己手中，以此约束留守凉州的马超。只要马超有任何异动，邺城的家人便会成为第一个牺牲品，唯独马超被留在凉州。朝廷顺水推舟，封他为偏将军、都亭侯，让他统领马腾留下的全部军队，屯兵于马家势力核心的三府地区怀里。这一安排看似是让马超继承父业，实则将他推入了进退两难的绝境。一方面，他成了马家在凉州的唯一支柱，手握数万精锐骑兵，是西北最具实力的军阀之一，肩负着守护家族根基的重任。另一方面，父亲与弟弟们远在邺城，如同曹操手中的护身符，他的每一步行动都必须顾虑家人安危，哪怕曹操进一步压缩马家势力，他也不敢轻易反抗，生怕连累亲人。这种父子分离、人质在敌的困境，如同悬在马超头顶的利剑，时刻提醒着他，自己的命运早已与邺城的家人牢牢捆绑，一步踏错便是满盘皆输。深知处境艰难的马超，在留守凉州期间并未沉溺于权力，反而全力巩固势力，积蓄力量。他清楚，凉州地处汉羌交界，要守住这片土地，离不开羌胡部落与汉人百姓的双重支持。于是他频繁亲自走访羌氐部落，渐渐赢得羌胡部落的绝对信任。同时，他减免三府地区因战乱积压的赋税，开仓赈济流离失所的百姓，让饱经兵灾的民众得以喘息。这些举措让马家在凉州的声望达到顶峰，当时凉州百姓中更流传着马将军在凉州安的歌谣。这份民心与部族支持，不仅是马超在凉州立足的根基，更成为他后来起兵反曹时最初也是最核心的力量支撑。马超在凉州的经营虽初见成效，却终究挡不住曹操对西北的觊觎。公元211年3月，曹操以征讨汉中张鲁为名，派遣钟繇、夏侯渊率军出河东，实则行假道灭国之实，意图趁势吞并凉州。这一计谋让以马超、韩遂为首的关西军阀瞬间陷入恐慌。他们深知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手段，一旦曹军借到凉州，自己的势力必将被彻底瓦解，数十年经营的根基恐毁于一旦。在这场关乎生存的危机前，马超展现出敏锐的战略洞察力，他第一时间识破曹操的真实意图，随即紧急联络关中诸将张衡、梁兴、安定杨秋、河东侯选等10部势力，迅速组成一支总计10万人的关中联军，公开起兵反曹。而要让这支联军真正形成战斗力，最关键的便是拉拢实力最强的韩遂。为此，马超做出了一个震惊当时的决定，他亲自前往韩遂营中，跪地恳切说道：“如今马超弃父，以韩将军为父。”
韩将军亦当弃子，以马超为子。这番弃父认父的表态，在后世儒家伦理中堪称大逆不道，但在汉末边疆以利和以实存的政治生态里，却是马超为巩固同盟做出的极端牺牲。他深知，唯有将韩遂的利益与反曹事业彻底捆绑，才能凝聚联军力量。可这一抉择的背后，是他明知起兵必致家人遭殃的清醒。邺城的父亲与弟弟们早已因他的决定被推到生死边缘。韩遂的部将严行看穿其中利害，极力劝谏韩遂拒绝联合。可韩遂望着帐外云集的关中诸将，终究叹道：如今诸将不谋而同，似乎有天数。最终关中联军推举韩遂为都督，大军东进至华阴，屯聚于渭河、潼关两岸，建立起连绵数十里的营寨，与曹军形成对峙之势。只是马超未曾察觉，这一番看似决绝的政治表态，不仅让他陷入不孝的舆论困境，更给了曹操日后清算马氏家族最直接的口实，也暴露了他在政治博弈中的稚嫩。为眼前的军事联盟，他主动放弃了家族人质所能提供的最后缓冲。更致命的隐患其实藏在联军内部。这支号称10部10万众的队伍，看似声势浩大，实则是一盘松散的利益拼图。联军的核心战斗力固然是马超、韩遂麾下久经沙场的凉州精锐骑兵，但队伍里还混杂着大量羌胡部落兵与流民，这些人缺乏统一指挥，组织性极差，而且给养需求庞大，后勤压力极大。这样的队伍注定只适合速战速决，根本经不起长期对峙。这也是后来马超提出据守北岸，拖垮曹军战略的核心依据。更棘手的是，10部将领的立场各不相同，人心根本不齐。张衡、梁兴等人曾是李榷、郭汜的残部，早年就与马腾、韩遂有旧怨，结盟不过是暂时的利益妥协。侯选、程银是凉州本土豪强，他们的首要目标是保住自己的地盘，而非真心反曹。一旦局势不利，随时可能倒戈。杨秋来自安定郡，和羌胡部落关系密切，立场本就摇摆不定，很容易被曹军拉拢。马超虽是联军的实际发起者，却因2点短板难以真正掌控诸将。一是他年仅35岁，在一众老将眼里资历尚浅；二是他父亲马腾还在邺城当人质，这让他在联盟中始终腰杆不硬。至于韩遂被推举为都督，本质上是各路将领为了制衡马超达成的妥协，大家既想借马超的勇力对抗曹军，又不愿让他独掌大权。联军内部这种面和心不和的脆弱性，不仅为曹操后来的离间计埋下了伏笔，更直接导致了关键战略决策的失误。曹操听闻关中联军起兵，并没有急于出兵进攻。他深知关西兵精锐剽悍，擅长骑射的特点，贸然交锋容易吃亏，当即派曹仁率军前往潼关据守，还严令诸将坚守营垒，不许出战，只等中原主力大军集结完毕再做打算。同年7月，曹操亲率大军西征，抵达潼关，与联军隔关对峙。当曹军驻扎在蒲坂，计划从西边渡过黄河时，马超立刻向韩遂提出了一条上策：我们可以先在渭河北岸驻守，不出20天，河东的粮草就会耗尽，敌军必然会自行撤军。这一计策精准掐中了曹军的要害。曹军远道而来，粮草补给本就困难，要是粮道被截断，根本不用打就会不战自溃。可韩遂却以这计策太保守为由否决了，坚持要采用等曹军渡河到一半时再突袭的策略，就这么白白放弃了扼守北岸、断敌粮道的关键机会。后来曹操听说了马超的这个谋划，
不禁心有余悸地感叹：马超这小子要是不死，我恐怕连葬身的地方都没有了。韩遂否决上策的决定，给了曹军顺利推进渡河计划的机会。公元211年8月，曹操兵分两路，布下渡河棋局。他先派徐晃、朱灵率领4000精兵，趁着夜色从蒲坂津悄悄偷渡黄河。这支队伍成功登上河西地带后，立刻抢时间构筑营寨，为后续主力大军渡河打下了稳固根基。马超得知消息时，时机已有些滞后，但他仍迅速反应，派遣梁兴率领5000兵马前去突袭，想趁徐晃部立足未稳，将他们赶下黄河。可徐晃早有防备，曹操临行前特意叮嘱他防敌劫寨。马超人马刚一靠近，就遭到预设伏兵的猛烈反击。这一战让联军彻底错失了破坏曹军渡河的最佳时机，局势开始向曹军倾斜。紧接着，曹操亲率主力从潼关北渡黄河。当先锋部队已顺利过河，大部分人马也在有序登船时，曹操只留许褚及100余名虎士断后。就在这时，意外突然爆发，马超率领1万余名步骑兵疾驰而来，密密麻麻的箭矢像暴雨般射向曹操所在的渡船，身边的虎士瞬间倒下一片，随从们吓得惊慌失措，唯独曹操还镇定地坐在胡床上，试图稳住军心。许褚、张合见形势危急，再也顾不上礼节，强行架起曹操拖向船中。许褚一手举着马鞍遮挡迎面而来的箭矢，一手拼命撑杆滑向对岸。危急关头，曹操帐下校尉丁斐急中生智，突然在河岸放出大量牛马。马超麾下的士兵多是羌胡出身，素来重视牲畜，见此情景，纷纷扔下武器去抢夺。马超即便拼力喝止，也根本拦不住混乱的队伍。借着这短暂的空隙，曹操才得以侥幸渡河。等他平安返回南岸，麾下将领们见主帅无恙，有的悲喜交加，有的甚至激动得痛哭流涕。曹操却反而笑着解围，今天差点被这小贼困住了。一句话既冲淡了紧张气氛，也稳住了全军士气。这场惊险的渡河战后，战局主动权渐渐落到曹军手中。同年9月，曹操采纳谋士楼归的计策，利用深秋渭水沿岸气温骤降的特点，在夜间命士兵往沙地上泼水。到了次日清晨，泼过水的沙地冻成了坚固的冰城。凭借这座临时筑成的天然堡垒，曹军成功在渭南建立起稳固营寨，彻底扭转了无险可守的局面。关中联军失去了战略屏障，被迫退守渭口，之后多次主动挑战，想夺回战场主动权。可曹操始终坚守不出，摆明了要用持久战拖垮联军。联军本就后勤脆弱，粮草供应全靠临时征集，根本耗不起。马超等人渐渐撑不住了，只得派遣使者前往曹营，请求割让河西之地求和。曹操表面上假意应允，暗地里却采纳贾诩的离间计，开始一步步瓦解联军。他先是在阵前与韩遂并肩交谈，两人故意谈笑风生，全程不提军事，只聊早年在京城的旧事，让远处的马超等人看得真切，心里暗暗生疑。随后又写了一封涂改多处的招安信送给韩遂，还故意让信的内容泄露给联军诸将。这下本就松散的联军彻底炸了锅。马超怀疑韩遂私通曹操，诸将又猜忌韩遂想独占求和好处，韩遂有口难辩，只能眼睁睁看着内部嫌隙越来越深。短短几天，联军军心彻底涣散，再也没了之前的凝聚力。曹操见时机成熟，
立即下令发动总攻，渭南大决战就此爆发。失去信任纽带的联军根本无法协同作战，士兵各自为战，很快便全线崩溃。程颐、李堪等将领当场战死，士兵死伤数以万计，连东汉名臣窦武的孙子窦辅也在乱军中中箭身亡。战后曹操站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看着眼前的惨状，不禁后悔当初没有听从魏济安抚关中暂缓用兵的建议，叹息道：逼反诸将，非我所愿，却酿成这般惨状，实在是件憾事。潼关之战以关中联军大败告终，马超率领残部一路西撤，先退往安定，后又逃往陇上的上归县。好在当地郡人任阳感念马家过往的恩德，率领部众前来迎接，才让他得以暂时立足。曹操率军追至安定，本想乘胜彻底消灭马超势力，却突然接到河间地区发生叛乱的急报。河间是中原腹地，若不及时平定，恐生更大乱子。临行前，作为朝廷使节的杨阜特意提醒曹操，马超有勇略，又深得羌胡部落拥戴，整个西周百姓都敬畏他。如今大军若仓促东还，又不做周密防备，恐怕陇上诸郡县很快就不再属于国家了。曹操何尝不知马超的威胁，却因河间战事迫在眉睫，只能留下夏侯渊等将领屯驻长安防备，自己则匆匆率军东返。这一撤兵，给了走投无路的马超一次卷土重来的机会。曹操仓促东撤的空隙，成了马超重整旗鼓的关键契机。公元212年正月，距离潼关战败仅过去数月，他便凭借多年在羌胡部落中积累的深厚威望，再次在凉州掀起反曹风暴。这一次，马超不再是孤军奋战，他主动联合朱戎部落首领共同起兵，陇上的陇西等郡县纷纷响应，连割据汉中的张鲁也派大将杨昂率军前来相助。短短数月间，马超就集结起1万余人马，兵锋直指凉州治所继承，经甘肃甘谷县南，将凉州刺史韦康团团围困在城中。这场声势浩大的起兵彻底点燃了曹操的怒火。同年5月，他下令对滞留邺城的马超族人痛下杀手，包括父亲马腾、弟弟马修、马铁在内的3族200余人，全被斩杀于邺城街头，马家血脉几乎断绝。消息传到蓟城城下时，马超如遭雷击，他望着邺城的方向，一口鲜血猛地喷涌而出，手中支撑身体的长枪险些脱手。可他心里比谁都清楚，此时撤退便是万劫不复，家族的血海深仇，马家最后的存续希望全系于拿下蓟城这一战。他强忍着悲痛，再次下令加紧攻城，城墙上的喊杀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惨烈。蓟城的坚守从正月一直持续到8月，城中粮草早已断绝，可夏侯渊的援军却迟迟未到。凉州刺史韦康不愿坐以待毙，暗中派参军颜温秘密出城求援。颜温趁夜潜水，穿过马超的包围圈，本想向长安方向的夏侯渊求救，却在次日行至淳沽界内，经甘肃灵台一带，被马超的巡逻兵追踪擒获。马超亲自提审颜温，特意解开他的捆绑，试图劝降，对他说：如今胜负早已分明，你为一座孤城请救兵，最终却落得这般境地，不如向城里喊话，就说没有救兵来了，这样既能保住你的性命，也能让城中百姓免遭战火涂炭，也算是转祸为福。你若不从，现在就斩了你。颜温假意应允，马超便用车载着他来到蓟城城下。可当靠近城墙时，颜温突然朝着城内高声喊道：
大军不出3天就会赶到，诸位务必坚守待援。城上的守军与百姓听闻这话，无不痛哭流涕。马超大怒，拔剑架在颜温颈间质问：你难道不怕死吗？颜温昂首挺胸，毫不畏惧地答道：侍奉君主，本就只有以死相报而已，我岂会为了苟活说这种不义之言？马超见劝降无望，下令将他斩杀。可颜温的死不仅没能摧毁城中军民的意志，反而让他们坚守的决心更加坚定。但长期的围困终究耗尽了继承最后的抵抗之力。颜温死后，韦康与汉阳太守彻底陷入绝望，不顾部下的苦苦劝阻，执意要投降马超。当时担任参军的杨阜哭着劝谏：马超背弃父亲，反叛朝廷，残暴不仁，今日开城投降，必定会遭他屠戮，不如继续坚守，或许还有转机。可韦康心意已决，亲自打开城门迎接马超。然而马超入城后，却在张鲁部将杨昂的怂恿下，下令处死了韦康与汉阳太守。这一鲁莽举动彻底激怒了凉州士族，那些本就对马超背负之举心存疑虑的地方豪强，自此与他彻底划清界限，也为他日后众叛亲离的结局埋下了致命祸根。夏侯渊直到得知继承失守的消息，才率军匆匆赶来救援。可当他的队伍行进到距离继承200余里的地方时，早已察觉的马超已率领羌胡骑兵在此设下埋伏。凭借骑兵的高机动性与强悍冲击力，马超一举击溃夏侯渊的援军。紧接着，千堤部落也起兵响应马超，夏侯渊担心后路被切断，只能率军撤回长安。此后2年间再也不敢西进。拿下继承，击退曹军的马超，以继承为根据地割据陇上，还自称征西将军，兼任兵州牧，总领凉州军事。此时的他麾下有兵马，手中有地盘，看似达到了个人势力的顶峰，却没意识到这看似风光的顶峰之上，早已是万丈深渊，覆灭的危机正悄悄向他逼近。韦康的旧部始终没忘记为雇主报仇。杨阜、姜绪、赵昂等人虽被迫归附马超，心里却藏着反意，还在暗中秘密联络，一心要除掉马超，为韦康雪恨。不久后，杨阜借着妻子去世的契机，向马超告假回西城奔丧。途中他特意绕到历城，找到担任辅夷将军的亲戚姜绪，声泪俱下地劝说他起兵讨马。姜绪起初还有顾虑，担心实力不足，难以抗衡马超。他的母亲却深明大义，对姜绪说：马超背弃父亲，杀害君主，是天地都不容的叛贼，人人都该杀他。你若能起兵讨贼，为使君报仇，就算战死，我也毫无遗憾。在母亲的激励下，姜绪终于下定决心与马超决裂。很快，杨阜、姜绪便联合了姜隐、赵昂等10余人，形成了一个覆盖陇上多地的秘密反马联盟。没人知道，一场针对马超的风暴正在暗处悄然酝酿，即将席卷整个陇上。秘密联盟的复仇计划在公元214年新春的喜庆氛围中悄然逼近。这一年正月初1，马超的妾弟董仲带着贺礼前来拜年，本是难得能缓和气氛的热闹时刻，马超却突然捶胸痛哭，一口鲜血从嘴角溢出，哽咽着说：我家门100余人全被曹操杀害，如今只剩我们2人，还有什么可庆祝的？短短一句话，道尽了家族覆灭的锥心之痛，那份创伤从未愈合，始终在他心底淌血，也似一声不祥的预兆，预示着这一年的动荡与悲凉。果然，同年春季，姜绪、
杨阜便在鲁城公开起兵，打响了讨伐马超的第一枪。身在蓟城的赵渠早已加入反马联盟，却装出一副担忧的模样，向马超进言：鲁城叛乱若不迅速平定，恐会波及其他郡县。将军您亲率大军出征，必定能一举破敌。马超毫无防备，没能察觉这是圈套，当即率领主力出城平叛。可他刚离开蓟城，赵渠便与梁宽火速关闭城门，将马超留在城中的妻小全部斩杀。这致命一击让马超瞬间失去了最后的亲人，也彻底断了他在蓟城的根基。得知消息的马超如遭五雷轰顶，他疯了般率军猛攻鲁城，可江绪早有防备，城池久攻不下，想要退回蓟城，城门已闭，退路彻底断绝，他瞬间陷入进退两难的绝境。绝望之下，马超转而率军袭击历城，这里是江绪的故乡，守军误以为是江绪回军，毫无防备，被马超轻易攻破。入城后，马超抓住江绪的母亲，想以此逼迫江绪投降，可江绪之母非但没有屈服，反而指着马超怒骂：你是背叛父亲的逆子，杀害军长的叛贼，天地岂能容你？你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马超大怒，彻底失去理智，亲手斩杀了江绪的母亲与兄弟，随后放火烧城，带着残部回到汉中，投奔张鲁。经此一役，马超的命运彻底崩塌，他不仅失去了最后的根据地与亲人，从割据陇上的枭雄沦为无家可归的丧家之犬，更因屠戮历城百姓、残杀老父的暴行，彻底与凉州士族决裂。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从此再也没有他的容身之处。这场复仇之战，让凉州与马超之间的裂痕永远无法弥合。出头张鲁时，马超一度得到礼遇。张鲁久闻锦马超的威名，深知其勇武过人，可堪大用，于是双管齐下示好。一方面封他为都讲祭酒，这虽是五斗米道中负责讲解教义的宗教虚职，无实际军政权力，却象征着张鲁对马超的正式接纳，是向外界释放拉拢异己势力的重要信号。另一方面又任命他为镇南中郎将，赋予其部分兵权，甚至动了将女儿嫁给马超的念头，想通过联姻这层关系彻底绑定双方利益，让马超为自己所用。可张鲁的部下得知后却极力反对，直言劝谏道：马超连自己的父亲兄弟都能不顾，为了起兵反曹，害得家族满门覆灭，这样的人岂能真心爱惜他人？今日他为了寻求庇护，获取利益投奔主公，明日若有更大的利益诱惑，难保不会反过来背叛主公。这番话精准戳中了张鲁的深层顾虑，他本就没有争霸天下的雄心，毕生所求不过是守住汉中一隅，安稳自保。而马超身上的孤狼特质，加上对曹操的血海深仇，注定会把汉中拖入与曹魏的战火，这与他偏安避战的诉求完全相悖。最终张鲁彻底打消了嫁女的念头，对马超的态度也渐渐从礼遇转向冷淡，甚至暗中一步步削弱他的兵权，以防他手握实力后生出变故。马超在汉中的日子自此愈发压抑憋屈，他心中向曹操复仇的火焰从未熄灭，多次主动向张鲁请求借兵，希望能趁机反攻凉州，夺回失地，为家族报仇雪恨。公元214年初春，汉中盆地的寒风尚未完全退去，马超已带着从张鲁处求得的少量兵力，踏上了北上祁山的征程。彼时的他家族满门，被斩得血海深仇，陇上根据地的彻底丢失，像两把尖刀时刻刺着他的心。而张鲁的猜忌
杨白等人的构陷，更让他在汉中如履薄冰。对马超而言，这场岐山之战早已超出争夺地盘的范畴，更像是一场为家族尊严证明、为自己寻找生存意义的背水之战。他此次围攻的岐山城，今甘肃礼县东，虽非军事重镇，却是陇右通往汉中的关键节点。更重要的是，守城者中有他的旧敌赵昂夫妇。赵昂曾是韦康麾下参军，当年马超攻破蓟城后，赵昂虽一度归附，却暗中参与杨父的反马联盟，是导致马超妻小被杀、被迫逃离陇上的核心人物之一。如今兵临城下，马超望着岐山城头的旗帜，眼中满是复仇的火焰。拿下此城，不仅能重创曹魏在陇右的薄弱据点，更能亲手清算旧怨，为惨死的家人烧泄心头之恨。可现实很快给了他沉重一击。马超麾下的兵力本就单薄，多是张鲁拨付的老弱残兵，夹杂少量临时归附的低枪部落兵，既缺乏统一训练，也无充足的攻城器械。他虽凭借早年在凉州的威名，将岐山团团围困，却始终无法突破城墙防线日复一日的围攻，不仅没能撼动岐山城防，反而让军中粮草日渐紧张，士兵的厌战情绪也悄悄蔓延。更让马超焦虑的是，曹魏的援军已在赶来的路上。岐山被困的消息传到长安后，夏侯渊当即便意识到，若岐山失守，马超极可能借此重新收拢陇右低羌势力，形成新的威胁。他当即作出部署，派张合率领5000精锐步骑，从陈仓峡道火速驰援。陈仓峡道地势险峻，多是悬崖峭壁与湍急溪流，寻常军队需半月才能通过。可张合麾下的士兵多为久经战阵的关中劲旅，竟只用5日便抵达渭水南岸，离岐山仅1步之遥。当斥候将张合大军已至渭水的消息报给马超时，他正站在营帐中查看攻城地图。他太清楚张合的战力，当年潼关之战，正是张合率军为曹操侧翼护航，瓦解了凉州骑兵的冲锋。如今对方携援军之威而来，自己麾下的疲惫之师根本无力抗衡。若继续僵持，不仅会被张合与岐山守军夹击，连退回汉中的退路都可能被截断。权衡再三，马超只能咽下满心不甘，下令撤军。夜色掩护下，凉州兵悄悄拆除营寨，丢弃了来不及带走的攻城锤、云梯等器械，沿着来时的路线仓促南撤。当赵昂在城上发现敌军已撤时，岐山城外只剩下一片狼藉的营垒。这场持续30天的围攻，最终以马超的无功而返告终。他没能夺回1寸失地，没能清算半分旧怨，反而消耗了仅有的兵力，更让张鲁对他的不满愈发加深。撤退回汉中后，马超站在汉水边，望着东流的江水，第一次生出深深的无力感。他曾以为凭借自己的勇武与凉州威望，总能找到复仇的机会，可现实却是一次次溃败，一次次被逼入绝境。岐山之役的失利，不仅让他的复仇计划再添一道阻碍，更彻底浇灭了他在汉中立足的最后希望。就在他茫然无措，不知前路何在时，一个改变命运的消息悄然传来：刘备正率领大军入川攻打刘璋，此时已兵锋逼近成都。这个消息让马超心中骤然一动。刘备是当时天下少有的雄主，不仅声名远播，更与曹操势不两立。若能投奔刘备，一来可避开汉中的杀身之祸，保全自身；二来或许能借刘备的兵力与地盘，实现向曹操复仇的大业。这念头一旦升起，
便再也无法压下，成为他绝境中唯一的希望。另一边，刘备得知马超有意归附的消息，更是喜出望外。他太清楚马超的价值，马超不仅有锦马超的赫赫威名，更在凉州羌胡部落中极具号召力。若能招降马超，不仅能借其威名震慑成都城内的刘璋势力，加速拿下成都，更能为日后北伐凉州、牵制曹操埋下重要伏笔。于是刘备当即派谋士李辉秘密前往汉中与马超联络。李辉见到马超后，不绕弯子，直接开门见山陈明利害。刘皇叔雄才大略，志在匡扶汉室，如今夺取蜀地已是指日可待，正需要将军这样的猛将相助。将军若归降皇叔，不仅能得到重用，施展一身本领，更能借助益州的兵力与资源，报家族的血海深仇，这难道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这番话正好说到了马超的心坎里，他再无半分犹豫，当即下定决心投奔刘备。为防夜长梦多，他先暗中给刘备写了一封书信，明确表达归附之意，随后悄悄召集少数亲信，趁着夜色避开杨柏等人的监视，悄悄逃离汉中，一路南下疾驰，最终抵达成都城外，与刘备大军顺利会合。公元214年夏季，马超带着少数亲信抵达成都城外。彼时刘备正被成都坚城所困，久攻不下，听闻马超来投，当即意识到他的威名足以震慑刘璋，遂提前部署周密的迎接事宜。为彰显对马超的重视，刘备不仅亲自出城相迎，更暗中将麾下一支精锐部队划归马超统领，让他率军参与合围成都，这既是信任，也是借其声威施压的策略。得到兵力补充的马超立刻整肃军队，率领兵马直抵成都城北。只见凉州骑兵阵列严整，甲胄鲜明，军威赫赫扑面而来。成都城内的军民早已听闻马超潼关拒曹操，割据陇上的威名，如今亲眼见他率军压境，顿时陷入恐慌，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仅仅10天后，成都城内的抵抗意志便彻底崩溃。刘璋见大势已去，只得开城投降。刘备就此顺利拿下西川，奠定了蜀汉基业的重要一块。平定西川后，刘备论功行赏，任命马超为平西将军，命他督守临掬（今湖北远安）。这一任命看似寻常，实则暗藏刘备的深层考量。临掬绝非普通城镇，而是蜀汉荆州与益州交界的战略要冲，北接曹魏控制的襄阳，东连关羽镇守的江陵，西通益州门户秭归，地理位置极为关键。刘备让马超驻守此地，既是想借马超的威名震慑曹魏襄阳守将乐进、文聘，让曹军不敢轻易从襄阳南下偷袭荆州，为荆州北线筑起一道心理防线，也是看中马超早年在凉州有安抚羌胡的经验，可凭借这份威望稳定临掬周边散落的荆州本地蛮夷部落，避免部族生乱，更有制衡荆州的用意。关羽素来交于士大夫，对降将多有轻视，派曾为一方诸侯的马超镇守荆州侧翼，既能避免关羽独掌荆州兵权，也可在荆州危急时让马超出兵支援，形成牵制与互补。马超归蜀后的首次重要军事行动，便与汉中之战紧密绑定。公元217年，刘备与曹操为争夺汉中爆发战事。汉中是益州的北大门，此战关乎蜀汉的生死存亡，刘备势在必得。他任命马超与张飞、吴兰、雷同等将领一同屯兵下边，经甘肃城县，作为左翼部队牵制曹军主力，为汉中主战场减轻压力。马超深知此战的重要性，
也清楚自己的核心优势所在。他充分发挥多年经营凉州积累的威望，亲自派人联络氐族部落，最终成功策动氐族雷定七部万余人起兵响应刘备。这支羌胡联军的加入，不仅直接壮大了蜀汉左翼的兵力，更对曹军侧翼形成巨大威胁。曹操的先锋部队因担心遭到马超与羌胡联军的夹击，始终不敢贸然南下，有效缓解了刘备在汉中主战场的压力，为蜀汉军队争取了宝贵的布防时间。但战场局势瞬息万变，意外陡升。公元218年正月，张飞、马超等人驻军莒水，计划假装攻打武都、阴平两郡，引诱曹军分兵，再趁机设伏突袭。可这一计谋被曹军将领曹洪、曹休识破。曹休精准判断出蜀汉左翼是虚张声势，实则兵力分散，建议曹洪集中兵力突袭实力较弱的吴兰、雷同部。曹军迅速行动，对吴兰军营发起猛攻。混战中，吴兰部将任奎战死。同年3月，曹操亲率大军抵达汉中，刘备被迫收缩防线，集中兵力防守汉中核心地带。马超与张飞只得率军从下便撤回汉中。不久后，阴平堤王强端为求自保，竟斩杀吴兰，将其首级献给曹军。这场持续数月的左翼牵制战，最终以蜀汉失利告终。尽管如此，马超策动羌胡部落牵制曹军的举动，仍为刘备争取了关键的备战时间。正是这段缓冲期，让蜀汉军队得以在汉中主战场完善防御，囤积粮草，为后来黄忠斩杀夏侯渊、刘备最终夺取汉中奠定了重要基础。尽管马超在汉中之战中展现了独特价值，但他在蜀汉的政治境遇自始至终都笼罩着一层难以消解的特殊性。作为曾割据陇上的一方诸侯，他出身东汉名将马援之后，又有锦马超的赫赫威名加持，在蜀汉群臣中声望极高。可这份高声望对他而言更像一副沉重枷锁。半生颠沛流离的经历让他深谙功高震主的风险，背负反曹的过往更让他时刻警惕外界非议。因此，马超平日里总是谨言慎行，极少参与朝政纷争，连《三国志》作者陈寿都用羁旅归国，常怀危惧8字，精准道破他在蜀汉如履薄冰的生存状态。他的这份高危感并非无因，虽然后来官至骠骑将军，位同3公，却始终是蜀汉政权里的客将，既因背负的恶名难以获得完全信任，也因降将的身份无法真正融入权力核心圈层。刘备与诸葛亮对他更多是尊而不亲、用而不信的态度，像夷陵之战这样关乎蜀汉国运的重大战略，他未被赋予任何实际兵权。凉州牧的官职看似荣耀，实则是虚悬的期望。彼时凉州仍被曹魏掌控，从未有过1寸实际辖地。这种荣耀下的闲置，让他空有向曹操复仇的壮志，领兵作战的才能，却始终无处施展，也渐渐加深了晚年的悲凉与抑郁。而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更让他险些陷入灭顶之灾。当时，谋士彭样因被刘备调任江阳太守，远离中枢而心怀不满，特意找到马超抱怨，言语间满是愤懑。我彭样的才能本可与诸葛亮、法正并列，如今却被外放去小郡任职，这分明是主公不辨贤愚，埋没人才。抱怨过后，彭样话锋突然一转，竟向马超暗中暗示：将军您是镇守在外的大将，我是曾在朝中任职的内臣，若我们2人联手，内外呼应，何愁天下不平？这番话让马超瞬间大惊失色。
他半生辗转，从凉州到汉中，再到蜀汉，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处立足之地，绝不愿因谋逆之事毁了一切。彭样离开后，马超没有犹豫，立即将他的言论上报给刘备。刘备得知后震怒不已，当即下令将彭样逮捕囚禁。后来在诸葛亮的建议下，未绝后患，最终下令处死了彭样。经此一事，刘备对马超的忠诚多了几分切实信任。他看清了马超不结党、不谋私的谨慎态度，也明白这位羁旅之将唯有依附蜀汉才能自保，绝无二心。而马超也凭借这次及时的避祸之举，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蜀汉的地位。虽仍难踏入权力核心，却至少保住了晚年的安稳，不必再担心功高招妓的隐患。汉中之战的胜利，不仅为蜀汉政权的巩固奠定了根基，更让马超在蜀汉的象征价值得到一次集中体现。公元219年，刘备在黄忠、赵云等将领的奋勇拼杀下，终于夺取汉中全境。同年秋季，一份立汉中王上表汉帝的奏书被郑重递出，120余名蜀汉官员联名劝谏刘备进位汉中王，而这份名单中领衔署名的正是马超。这份手签的荣誉，绝非仅因马超的声望与资历，更关键的是他身上独有的法理合法性。当时刘备集团的核心诉求是以汉室正统自居，上书者的身份必须契合东汉旧臣的标准。马超早年便被东汉朝廷正式册封为偏将军、都亭侯，且曾是朝廷认可的凉州军阀，其官方身份在非刘备嫡系的官员中最具说服力。反观诸葛亮、关羽、张飞，虽为蜀汉核心重臣，但其官职多为刘备自行任命，在朝廷法理层面远不及马超的旧朝认证。此外，刘备让马超排名第一，更暗藏深层政治信号，借这位曾与曹操正面为敌的诸侯归附之举，向天下传递凡反对曹操、拥护汉室者皆能获重用的态度，以此吸引更多反曹势力投奔。值得一提的是，这份上书的草稿大概率由诸葛亮起草，但最终署名顺序经刘备亲自审定，足见他对马超象征意义的极端重视。刘备进位汉中王后，任命马超为左将军，授予其假节之权，让他正式跻身蜀汉军队核心将领之列。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建立蜀汉政权，随即对麾下功臣进行新一轮封赏。马超被封为骠骑将军，领凉州牧，晋封台乡侯。骠骑将军是汉代武官体系中的顶级官职之一，仅次于大将军。这份荣耀看似让马超达到了归蜀后的巅峰，可凉州牧一职却藏着难以言说的遗憾。此时凉州仍牢牢掌控在曹魏版图之内，这一官职不过是刘备对他收复凉州夙愿的精神慰藉，也暗含着日后北伐由马超经略凉州的期许。只是这份期许终究没能实现，马超心中对曹操的复仇之火，对家族覆灭的愧疚，从未因官职的提升而有半分熄灭。命运留给马超的时间已然不多。公元222年，这位曾在潼关吓退曹操，在陇上割据一方的战神，在成都病逝，时年47岁。他终究没能等到蜀汉北伐，亲手向曹操复仇的那一天，也没能再踏上故乡凉州的土地，只能带着无尽遗憾落幕。临终前，马超拖着病体写下最后一封上书，字字泣血。臣宗族门下200余人，皆被曹操诛杀殆尽，如今只剩下从弟马岱，恳请陛下能让他继承我马家的血脉，臣虽死无憾。除此之外，臣再无他求。
这封奏书里没有对权力的眷恋，没有对功绩的炫耀，只有对家族覆灭的刻骨愧疚和对血脉传承的最后期盼。这或许是他一生最真实的写照。他不是完美无瑕的英雄，也不是十恶不赦的叛将，只是一个在乱世中挣扎求生的普通人，一个想保住家园却未能如愿的边疆之子，一个想守护家族却痛失亲人的可怜人。马超的早逝与他长期承受的精神重压密不可分。自公元212年家族被灭后，愧疚与焦虑便如影随形。历史记载他在蜀地常闭门不出，极少参与社交。公元219年关羽败亡，荆州丢失，他曾向刘备建议率军夺回荆州，却未被采纳，不得志的抑郁进一步加重。公元221年刘备称帝后发动夷陵之战，他因身体虚弱未能随军，只能留守成都，眼睁睁看着蜀汉国力受损，却无力参与，精神状态愈发糟糕。而他病逝时，蜀汉正处于夷陵战败后的动荡期，朝廷急需稳定人心，因此刘备对马超的厚葬虽未立即正式追谥，但礼遇厚重，此举也暗含安抚降将群体、稳固政局的考量。这份深厚荣宠终究带着几分政治色彩。直到公元260年，刘禅才正式追谥马超为威侯，算是给了这位悲剧英雄一个迟来的盖棺定论。马超死后，其子马成继承台乡侯爵位，从弟马岱则在蜀汉军中继续效力，后来官至平北将军，进爵陈仓侯，甚至在诸葛亮北伐期间斩杀魏延，续写了马家的军事传奇。更值得一提的是，马超的女儿嫁给了刘备之子安平王刘礼。通过这场联姻，马家与蜀汉皇室紧密相连，这份跨越生死的羁绊，或许是对这位一生颠沛、满是遗憾的战神最温柔的慰藉。千年之后，回望汉末三国的烽火，马超的形象始终萦绕着令人深思的矛盾张力。他是《三国志》中祖龙附勇的边疆军阀，是《三国演义》里白袍银枪的五虎上将，更是乱世中家族覆灭、寄人篱下的悲剧英雄。他的一生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汉末边疆与中原的权力博弈、传统忠义与生存法则的激烈碰撞，以及个体在时代洪流中难以挣脱的宿命枷锁。若仅以英雄或叛将这类非黑即白的标签定义他，未免太过浅薄。唯有沉入他所处的历史语境，触摸凉州的风沙，感受乱世的残酷，才能读懂这份悲壮背后的复杂与沉重。从军事维度看，马超是汉末将星中极具地域特质的一位。他的军事才能从不只是单纯的勇武，而是深深植根于凉州这片被《后汉书》称为习兵壮勇、时过渝州的土地。这里孕育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重装骑兵雏形，而马超正是将这种骑兵战术发挥到极致的统帅。潼关之战中，他率领的关西联军以轻骑突击、箭雨覆盖的战术，差点让曹操命丧黄河。继承守卫战力，他凭借羌胡骑兵的机动性，击溃夏侯渊的精锐步骑，迫使曹军2年不敢西进。即便归蜀后，他无需亲率一兵一卒，仅凭锦马超的威名，便能策动低羌7部万余人响应刘备，成功牵制曹魏西线兵力。这种以威慑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能力，在整个三国时期都极为罕见。曹操称他有韩信和英布的英勇，实则低估了他。韩信善谋，英布善勇，而马超谋勇兼具。他既能预判曹操的渡河之计，提出据守北岸断粮道的上策，也能在阵前亲冒矢师，带伤指挥作战。若他生在大一统时代，或许能成为卫青
霍去病般的边疆名将，可在汉末分裂的格局中，他的军事才能反而成了众矢之的。曹操视他为心腹大患，必欲除之。刘备虽用他，却也防他3分，最终让他的勇武沦为乱世棋局中一枚难以自主的棋子。而马超的悲剧内核，远不止怀才不遇4字可概括，更在于他始终被困在3重矛盾的漩涡中，进退维谷。他面临的第一重矛盾是家族传承与势力存续的生死抉择。马家在凉州的根基本就是汉羌混血的特殊产物。马腾的母亲是羌人，他既凭借汉人身份获得朝廷认可，又以羌胡亲缘拉拢部落势力。这种双重身份让马家在边疆站稳脚跟，却也埋下了脆弱的隐患。曹操将马腾父子召入邺城为质，本质上是想瓦解马家的双重根基。若马超顺从，马家变成了曹操控制凉州的傀儡，世代经营的基业将化为乌有；若马超反抗，邺城的家族便会沦为牺牲品。公元211年的反曹之举，虽是弃父的不孝之行，却也是他在保马家基业与全家族性命间的无奈抉择。这种抉择是边疆军阀在中原强权压迫下的必然困境。第二重矛盾是凉州本位与天下格局的时代错位。马超终其一生都在为保住凉州而战，反曹是为了不让凉州被曹操吞并，攻继承是为了重建马家在陇上的统治。即便归属后，他心中仍藏着借刘备之力复夺凉州的期许。可他的凉州梦从一开始就与时代趋势相悖，汉末乱世的最终走向是统一而非割据。曹操的中原整合，刘备的巴蜀经营，孙权的江东巩固，本质上都是在为大一统铺路，而马超的凉州割据不过是旧时代秩序崩塌后的残余。他就像一个坚守孤岛的人，明知大海终将淹没陆地，却仍不愿放弃。这种逆势而为的执着，让他的每一次抗争都充满了悲剧色彩。第三重矛盾是羌胡逻辑与中原伦理的文化碰撞。马超在羌胡部落中声望极高，实在羌胡为超，若为神明。这种声望源于他遵循的边疆法则，重信义，轻礼法，以实力服人，以恩情待人。他与羌氐首领歃血为盟，便会信守承诺，部下有恩于他，他便会倾心相待。可当他进入中原政治圈，这套法则变成了格格不入的异类。曹操用挟天子的政治手腕对付他，刘备用仁义的道德外衣包装权力，就连凉州士族也用忠孝的标准苛责他。他杀韦康，在边疆逻辑中是震慑叛者，稳固统治，在中原伦理中却是虐杀贤臣，残暴不仁。他连韩遂在边疆逻辑中是合纵抗强，自保求生，在中原伦理中却是被夫人贼，寡廉鲜耻。这种逻辑错位让他始终无法融入主流，最终成了一个彻底的边缘人。在凉州是被驱逐的首领，在蜀汉是被礼遇的降将，一生都在寻找归宿，却始终找不到真正的容身之处。后世对马超的争议多聚焦于忠义二字，裴松之骂他勇而无义，王夫之批他被副叛军，这些批评都站在中原伦理的单一立场上，却忽略了汉末忠义观的多元性。在那个天子失权，诸侯争霸的时代中，早已不是单一的忠君。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对传统忠君的解构；刘备借荆州夺益州，是对旧式忠义的重构；孙权据江东称帝，是对正统的挑战。马超的不忠，本质上是对曹操控制下的汉室的反抗，而非对汉室本身的背叛。他归属后联名劝进刘备为汉中王，
上书中仍以汉室臣子自居，临终前还托付马岱为汉室效力，可见他心中仍有忠汉的底线。若以后世固化的绝对忠义苛责他，便是用静态的道德标准去丈量动态的乱世生存现实，难免有失公允。陈寿在《三国志·马超传》的评约中，为马超的一生写下了充满悲悯的定论：马超祖荣富勇，以负其族，惜哉。陈寿作为西晋史官，既认可马超祖荣富勇的边疆将领特质，也以大一统视角惋惜其因割据而富足。这句评价暗含着魏晋对地方军阀的价值判断。他倚仗胡羌之力，自负勇武，终至家族覆灭，确实令人叹惋。但能在穷途末路时寻得安身立命之所，得以善终，比起许多身死族灭的枭雄，不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吗？这句评价既点明了他悲剧的根源，也为其曲折的人生留下了一抹悲凉的慰藉。更值得深思的是马超身上所承载的边疆记忆。凉州作为汉王朝的西部屏障，历来是华夷交汇之地，这里的人们既受中原文化的熏陶，又受游牧民族的影响，形成了尚武、坚韧、重情的独特品格。马超的一生就是这种品格的鲜活缩影。他为了守护家园，敢与曹操这样的中原霸主抗衡；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愿为蜀汉鞠躬尽瘁；为了家族传承，临终仍牵挂从弟马岱的未来。这种品格，从西汉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壮志，到东汉段炯平羌定边，鞠躬尽瘁的坚守，再到马超守凉州抗强权的执着，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中国边疆史上的凉州精神。而马超的悲剧，也正是凉州精神在汉末的落幕。随着曹操平定凉州，蜀汉放弃北伐，凉州逐渐融入中原大一统的版图，那种独属于边疆的尚武品格也慢慢被主流文化同化。马超变成了这种精神最后的见证者。在后世的演绎中，他的形象逐渐脱离历史的原型，演变为一种跨越时空的文化符号。在《三国演义》中，他是白袍银枪，杀得曹操割须弃袍的猛将，满足了人们对英雄的浪漫想象。在凉州民间，他是马将军，百姓为他立祠祭祀，将他视为守护边疆的神灵。在后世文人的笔下，他是悲剧英雄的代表。陆游写下马超转战至三辅，阿瞒可叹屠七姑的诗句，道尽了人们对他的惋惜与同情。这种符号化的过程，其实是人们对他的一种精神救赎。历史中的马超充满了矛盾与遗憾，而文化中的马超却成了一个纯粹的、值得敬仰的形象。马超的故事终究是汉末三国的一段缩影，却也是中国历史中一个永恒的隐喻。他告诉我们，乱世中的英雄未必都是光芒万丈的，有些英雄，他们的伟大不在于战胜了命运，而在于明知命运残酷，却仍不愿低头。他们的悲剧不是失败的耻辱，而是抗争的荣光。在时代的洪流中，个体的力量或许渺小，但个体的坚守与抗争却能在历史的书页上留下最悲壮也最动人的一笔。而那个白袍银枪的锦马超，也将永远活在人们的记忆中，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一种精神的传承，一曲永不落幕的铁血悲歌。历史从未远去，它在声音中回荡。我是深入历史，我们下期再见。